请这对夫妻，有请。王先生29岁，来自河北，健身教练，有请王先生，有请。王女士26岁，来自海南，全职妈妈，有请王女士，有请。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啊！结婚多久了？1年多。为啥来啊？之前就是一直在上海工作，我们两个之前有分手一段时间，就是处了4年的时候分手的。我大4的时候分手，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父母是一直不同意的，他父母觉得那都快毕业了，不要耽误别人了嘛，然后就觉得可能差距有点大，文化方面或者是生活饮食方面。然后就没同意，我们两个就分手过一段时间。双方家庭曾经都不看好你们，都分了，是这意思吧？哎，你们两家这个差距有多大呀？什么样的差距？其实都是农村，但是我们属于城中村吧，他们属于真正的村里。哦。在和好的时候，就面临就是他年纪也到了，父母也着急，就老。再和好谁提的？他提的。我提的。还是割舍不下。对，然后着急那就说，他就每个星期都会问我一次，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什么时候跟你父母坦白？因为我来找他，家里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两个还在一起。我说我也怕，因为我坦白过一次，但是后果很惨的，真的特别惨。咋惨？断了我2年的大学狗粮。然后基本上就是老相亲。那怎么办？那我也不能推，但我也没有办法解决。我就问他一句：“我要回老家，你跟不跟我走？”他说走。回去以后呢，也没告诉父母。然后公开这个事情之前，天天做噩梦，特别怕父母不同意。对，但最后也是走到了一起。我看你们挺相爱的嘛。外界反正有阻力的时候，你看多粘合。现在没阻力了，内部打起来了，是吧？对，没错，因为确实存在了这种所谓的差异。因为我怀孕的关系，双方父母都得在。就是这样。然后那就发现，哎呀，生活方面有问题，饮食方面有问题，就都达不到一致去。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致，还是为了什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孩子都我们两个带了，父母都各自回去了。然后矛盾就出来了。就是他以前就是我一直都是比较收拾家里面所有东西，就基本上不用他管的。然后现在因为有了孩子在身边嘛，我就希望他现在工作也不是特别忙，他能够帮忙给照顾一下。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是心比较大。就是比如说那个地上有那个尿不湿啊，你用过的，他就从这儿走到厕所，他看不见。对，他看不见那尿不湿，你需要捡去放到那个垃圾桶里嘛。对，然后地上有很多毛絮絮，有垃圾，他看不见。然后衣服收回来了，那你是不是应该稍微叠一下，或者是收起来嘛？没有，就这么放着。然后其实小孩他也在看1个月。之前的话，我工作也是带小孩，小孩我带的比他时间长，其实。那现在小孩是不是跟我吧？宝宝一直都跟我，好不好？是跟你。行，咱先不吵这个。这是生活里面的琐事和细节，对吧？对，就是让你觉得很累因为之前我上班的时候，他那时候带小孩嘛，他先辞的职。他还带过小孩啊？对，带了1个月。我才带了1个月，他也就带了1个多月吧。对，之前都有父母在的。你们俩也挺不容易的。然后现在就我们自己单独带孩子。然后我那时候之前上班，他带孩子的时候，那我上班回来很晚了，可能有的时候12点。凌晨2点都回来过，那我回来我就希望家里面最少像个家一样吧，对，像个家，特像家。那满地都是东西，孩子扔的那我能理解，那你能不能收一下？收了。什么时候收呀？我是不是强调了？你是不是该收一下，捡一下？听不见，得说过好几次，生气了，那下次他就改了。那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对不对？这都不是大问题嘛。但是有的事情你没有必要让我强调那么多次。你强调最大的冲突来自于什么？一个是这方面，就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因为自己带孩子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像以前那样2个人工作挣的比较多，然后也没有父母照看，所以我们现在又来上海的话，就是住的一个比较小的房子，就买的房没有租的没5台大，反正屋1半吧，也就对，特小。慢慢来呗。那房间小其实也无所谓但就那床特别小，1.5米，
啊，1.5米的床3个人睡，那你想吧。我就想换房子，但是他现在就是我全职带妈妈了，但是我还特别焦虑。以前上班的时候大家挣得多，那不用考虑，我们签的半年合同必须换房子，那肯定能达成。现在就是他上班了以后，我感觉这个目标它不是目标，它是个梦想，而且还是白日梦，你知道吗？慢慢来，没事，慢慢来。为啥呢？也不着急。你是觉得因为他的能力不够啊，还是他不够努力啊？怎么变成白日梦了呢？他怎么可能能力不够？他证书多的，我那个时候我追的他，大学的时候我们处了7年。你追的他？对，厉害啊！大1的时候我就追他了。他那啥问题啊？怎么就成梦想了呢？那他不够努力嘛？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月的目标，你是不是要达成1万的那个工资？然后呢，他说行，没问题。过了半个月，他就跟我说，估计也就能挣个8000吧。他没把1万当成目标，你知道吗？这目标缩小了。然后我就很焦虑，我就每天都会规划，这个月可能达不到，真的会达不到，那我就会想办法，我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家教呀，还是什么做点什么手工艺活，在家里头待着那种哈，我都待不下去，我特别焦虑，我每天晚上睡不好觉。然后1.5米的床，你想想，孩子睡觉肯定乱嘛。每天我们睡觉就是先把他竖着睡，我横着睡，中间这个地方叫做方块给宝宝睡，我是睡不好，每天没睡好过。主要是他性子比较急啊，我说他性子比较急啊，你性子是够慢的，到现在为止没说几句话啊。这个我听下来，其实大概是2个层面的冲突，是吧？第一个层面的冲突是妻子觉得先生不够努力，对，是这意思吧？没有规划，没有规划。是这样吗？有自己的规划，可能就是需要时间，要慢一点，因为毕竟又1年多没有回上海，刚到上海还是需要适应一下啊，慢慢来。你们俩当时怎么认识的呀？就是大学的时候。大学，他们是一个叫什么学生会，还是广播电台是吗？对，然后给他们电台排那个开场舞，认识的。那他是我教练，然后就认识了对，然后他就追你就追了7年，没有4年，几个月几天，1个星期10天吧。没啥矛盾吗？你看，我就特别烦的就是我觉得这是矛盾的时候，别人觉得我在秀恩爱，你知道吗？但是不是的。对，你就烦我说的这句话嘛？那你把矛盾说清楚吗？哪些矛盾你说吧。就我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规划说清楚，然后他能够跟我沟通，不是每次比如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去做，然后但是呢，他只会或者不回应你，就是他不会告诉你他有什么规划，他有什么想法。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的时候，他会你看你之前这么做是错的，那你之前怎么想？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没跟我说呀？就是我们2个缺乏沟通，都达不到一块儿去。然后还有就是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也就谈恋爱半年的时候给买过3朵花，然后在之后没有。有那事儿不想提了，买那花是被骗了的，我还把那个卖我花人骂了一顿，把那花还给人家了。我是说给他买朵花，然后正找人家有一个卖花的，我就买了嘛，然后他就嫌贵。我们从谈恋爱到现在为止，因为可能是我主动的关系，但从谈恋爱到现在，他们来你说句我爱你，来说一句。我爱你。我跟你说，第1次从来没有过。我们在他的老家河北，简单的办了一个很粗糙的婚礼然后糙的婚礼真的很糙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也都是正常的办的，只是可能就是习俗不一样只是他感觉这个不是他想要的这样子，也答应他说要再补一个这样子，但是他就是着急你答应补一个，你答应求婚嘛，这辈子都不可能，好不好？他求婚，他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不是还是有一个求婚仪式嘛，就是把我娶进门那过程。哎呦我的天哪！人家说你来段那个表白的话吗？没有，说了句啥？唱了首歌，还是拿着手机看的歌词，唱了2句，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说行，我就跟他走了。对，然后钻戒没买，就是因为家庭原因。不想让他花费太多，对，反正也我觉得太将就了。哦，对，他还有个习惯，特别懒，
他就是这个懒让我特别受不了。那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就是终归于他懒，我觉得行动懒可以理解，改嘛。思想懒是最可怕的。哦，因为你思想懒，你会导致你行动懒改不了。行，我问问吧啊，累吗？还行。幸福吗？我感觉还可以啊。儿子还是闺女啊？姑娘。哦，姑娘，喜欢吗？喜欢。眼睛跟你长得像吗？不随我。哎呀，太好了！这点头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这么欣慰的是吧？啊，这个未来打算就是长期在上海这么住下去，还是有其他的规划呢？肯定是近期肯定是要在上海的。会在上海，就是未来就是在上海一直租房，还是说也会有买房的计划，或者不在上海买房，在其他的城市就是在其他城市买房吧，因为上海压力比较大一点。会在哪儿买呢？靠近他们老家那边，广东。就是说未来呢可能会往海南发展了，是吧？工作可能在上海，但是就是说到后期，比如说还再大一点，或者当我们工作到后面，比如说稳定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机遇或者怎么样机会的话也有可能就是靠那边发展一点这样子。就他刚才说那些规划，你们俩以前都没商量过，而是他只是随口一提，没有深聊过。我跟他深聊了，他不聊。对，比如说我说你应该怎么样，他是点头，然后他不发表意见，也不说任何东西。那我说这个到底是就像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又弹回来一样的感觉。那你来客观的评价一下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潜力股，我一直相信他是，只要事业上都支持他。就是太懒了，真的太懒了。对你怎么样？不懒的时候挺好，懒的时候吧，得他缓过来了，休息够了，他会给你。这么说吧，有没有责任心吧？对你和这个家？有。那就行了。其实听明白了，就是一个全职妈妈面对未来的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带来了生活里的这个压力或者叫焦虑，而这个压力和焦虑反作用回来，就到了他们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那肯定咱们想象一下，就家里会一地鸡毛嘛，就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也有压力吧？有时候也会有点小烦吧？会。之前其实还好没有压力，但是就是有一小孩嘛，就孩子越来越大，压力会越来越大。对你会发现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我觉得真的我们不是一对称职的父母，因为虽然给自己也没买什么好的，但是想给孩子更好的。我跟你说，你们挺棒的，就能自己带，这就是对孩子最好，跟买什么东西都没关系，挺棒的，挺棒的。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解决这种生活里的这种所谓的焦虑吧。就很多人说，哎，这没什么，跟咱们过去听到的夫妻之间激烈的争打呀，好像差距很大。其实越是这样，就是这种焦虑带来的给这个家庭，我们不说不稳定性，就是它会使你的家庭生活的这个幸福度明显的下降。有时候你会觉得好累，压力会很大。其实应该怎么办？反而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博宏兄。大学同学恋爱，真正能走进婚姻殿堂的并不多。你的妻子不容易，她是一个全职妈妈。全职妈妈不但要照料家庭，还要照顾孩子。另外，你也应该知道，她一个人在家里，面对着孩子，面对着空空的家，她也需要情感的慰藉啊。她很孤独啊。他这个时候也很孤单啊，你不但要有这样的责任担当，另外还要表达，把你心里对妻子的爱和你的规划和你的努力展现在妻子面前，让她感受到我们大家一起看到这样的一种希望，一起奔向这样的一种希望，这你可能还真要改一改。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宝红兄。来，苏老师。你发现其实你在跟他恋爱到结婚这7年里啊，你很多东西是亏欠他的。就刚才他都提出了，鲜花没有，浪漫也没有，然后包括连求婚都没有。一个女人在生活当中，她想要的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她就开始跟你闹腾。其实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爱情和婚姻当中，你应该承诺的东西都没有给到位，
你根本没想过该怎么去满足她最基本的情感的需求。所以这个女孩子，我想跟你讲一句啊，因为你刚才一直在提到，就说你比如说聊到未来的计划，然后聊到买房子，她都不跟你聊，对不对？你让她拿什么跟你聊呢？如果现在我要买一个这个1万块钱的东西，我手头有5000或者8000的时候，你跟我聊，我肯定跟你聊，因为我再努力，我就能再赚几千块钱，我就买得起了。但我手头只有200块钱，我会跟你聊吗？这差得太远了。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你在跟他探讨这个买房子啊等等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心里肯定特难受，比你还难受。所以我是觉得，其实现实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但是那些凭他现在的能力努力了也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我们可以尽量的先放一放，然后否则给他造成太重的心理负担，我觉得也不好。好，谢谢苏老师。来，曲总。谢谢。其实在我们看来，你们夫妻两个其实蛮恩爱的，小日子呢过得还是很有滋有味的。但为什么女孩有这种焦虑的负面情绪？究其原因是你的预期太高了，你对她的期望值很高，即使是在现在，你也觉得她是一个潜力股。为此呢，其实你付出了很多，不顾家人的反对，包括自己随着她到了上海等等付出，所以这个预期和现实之间差距太大，你心里落差很大，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就会产生什么呢？就焦虑、负面情绪。但是你知道吗？很多的负面情绪并不是你遇到这个事儿本身产生的真的烦恼，而是在于后面因为真烦恼产生的假烦恼。比如说床小，但是你会衍生出什么呢？啊，这要买一个大房子，我买不了大房子，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包括它比较闷，对吧？这里面呢，第一不跟你交流，他对你的感觉，对吧？这是真烦恼吧？假烦恼就是他不爱我了，不关心我，花都不送给我，还送给我那么几枝，对吧？然后你在跟他沟通规划的时候呢，他不说，这是真烦恼吧？假烦恼是什么？他没有规划，他不求上进，这就是问题。所以说，恰恰我们的焦虑来自于假烦恼的这一块，所以把那一块呢，我们给它去掉，你就事儿论事儿，眼前的事儿是什么，定一个合理的规划去实现它，好吗？祝你们一起努力啊！就这样，谢谢。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每次录到像你们这样的夫妻，我就是最有感触的，因为大家都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生活中总有无奈，关键是在无奈当中活得更加精彩。房子小是吧？事实上，等你换了几百平米的房子之后，你3个人还是喜欢挤在那最小的房子里。我每次回家，我老婆跟孩子就特别喜欢挤到我书房里面，在外面都不去。你说床小是吧？你真正换了2米的床，你2人抱在一块睡只需要50公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也不能说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当你在拥有了一切你想要的环境，大浴缸、大房子的时候，你怀念的就是当年租房子的时候那样的感受。当房子大了，距离大了，你在这间房间，他在那间房间，2人就变得疏离了。你看你的电视，他看他的电脑，孩子在客厅里玩耍，还不如挤在一块儿。所以说，你现在的无奈都会成为当年幸福难忘的日子。至于说你的先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懒也好，不做家务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其实呢，当他提高了这些细节之后，你依然会对他有缺点上的挑剔，这也会成为一种幸福的烦恼。前提条件是他心里在这个家，他心里在你身上，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应该改善，当然应该改善。接下来说的就是你的事儿。你说你让一个女人跟着你过苦日子，你肯定跟她描绘过宏伟的蓝图，对吧？但2点，第一，这个蓝图万一要是实现不了怎么办？别人等不到怎么办？你让别人在跟你煎熬的过程当中，你得给别人一点甜头吧。就比如说你是一老板，所有的员工在跟着你最初创业的时候，你都会给别人洗脑子，画大饼啊，将来公司会怎样，我给你多少股份等等等等。那你还好歹你得画个大饼吧，对不对？好歹你也得
跟他们交流交流，哄哄他们嘛。那他不是一样的，他不等于也相当于是跟你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吗？你好歹也得哄哄别人吧，给别人画画蓝图吧，是不是？其实在实现任何物质享受的背后，关键是那个等待的过程。看着那存折上慢慢加起来的数字，是不是今天又存到了一个车轮子的钱，明天又存到了1平方米啊？其实这就是温馨。所以至于那些所谓的细节，为家庭当中的温暖添砖加瓦，这些事情不要天天挂在嘴边。我觉得和所有的其他的夫妻相比，你们已经非常不错，已经很好了，已经很积极向上了，已经是把力气放在一块儿，拧在一块儿往前走了，这就不容易了。所以有些事情啊，要反着说。当你在抱怨他的时候，你不要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可以带着一种娇嗔的态度，对吧？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就不能送我一朵玫瑰花呢？你为什么就不能顾顾老娘的感受呢？老娘跟着你容易吗？你就可以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而不要正儿八经像提意见的方式跟他去说。好，就这样，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涂老师。老师们大概给了几个关键词嘛，哈。第一关键词是幸福的，啊，这没错。第二关键词，男生是笨了点的，对吧？第三个关键词，未来是更好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些关键词。其实如果从人生阶段来说，其实这个阶段大概真是最幸福的阶段，因为就在笨的路上求而不得的时候是最幸福的。当然这个阶段又是最烦恼的，因为它是最黑暗的时刻。就你们这日子就把我们拉回到我们曾经过的那些日子，回头一看说还是那会儿幸福啊。因为这会儿你确实好多事儿没什么奔头的时候，你反而觉得生活里缺点什么了。享受吧，现在好好享受吧，但是现在又极致黑暗。下面60秒你先说点情话吧，啊，就没什么好说的嘛，你们说点情话就行了，主要是你说，看你能不能说满1分钟吧。来，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这么多年确实是挺不容易的。然后这个我这个人就是嘴笨一点啊，不太会表达这些东西。反正就是继续努力吧，就是争取就是反正就以后肯定是还会好好对你。好吧，会一直在你身边。哎，他说不出什么话的，也就这样了。哎，亮灯吧。哎，所以呢，你也别跟人抱怨，自己选的，认了吧。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他们描述的日子，其实就是大多数中国人正在过着的日子。这个日子就要奔向幸福的烦恼，就在奔向幸福的路上。他们的爱情是让人羡慕的，就是遭遇过阻力，大家努力去突破，突破之后发现，哎呀，真的不行，再退回来，发现还爱的是你，其实是经历了这个生活的考验。来吧，请开门吧。就在一起，谁让我想你？快跑，快跑！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我会宠着你，我会纵容你。嘿嘿，来，站在中间来吧。来，先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啊。谢谢。没求过婚是吧？啊，婚礼也很粗糙是吧？好潦草是吧？行，今天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嘛，是来一个浪漫的求婚，这可以了吧？对，谢谢。
来吧，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求婚时刻。各位，请见证。你不浪漫，我不答应。我跟你说。亲爱的，原谅我啊，就是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我是一直有一个爱你真挚的心。希望我们一生一世都可以在一起。我们一直会守护在你们身边。我们一起，好吧，慢慢变老。老婆，我爱你，请你嫁给我，给你花。你的爱是每晚我坚持的理由。戒指给戴上啊！那你看的真花，这是。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每晚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好，你从没放弃过。哭了，亮灯吧。行了，谢谢。在那么浪漫的求婚时刻的时候，你还来一句这是真花啊？结婚的时候花都是假的。那今天是真的还是假的呀？真的啊，真的。所以其实就说明了一点，生活会对人改变的。你先生会变，对吧？你也要相信日子会变得越来越好。加油哈！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其实今天这个求婚我就看完特感动，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祝你们幸福快乐，请回啊！加油啊！你的爱是美。